王鹏，来我办公室一下。奇怪，我在这工作了10年 ，HR 从没主动找过我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我顿感大事不妙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情况意味着要被开除了。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办公室，罗副总和公司法务既然也在，我心里更加不安了。麻烦把你的手机关机，放在这个屏蔽盒内。不是吧？搞得这么严肃做什么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还要关机屏蔽吗？别问那么多，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见我老老实实关机后 ，HR 的表情舒缓了一些。王鹏，这2位你都认识，我先说一下。由于我们这次的谈话涉及到公司的机密，所以要求你关机。我点了点头，算是回应。HR 翻开了面前的文件夹，拿出了一张单子给我。公司要进行自我改革，开展降本增效。你应该听说了，公司对人员结构做出了优化调整。你被裁员了。你们有什么理由裁我？这是你最近3个月的考核表，全都不合格。是的，按照降本增效的原则，连续3个月考核不合格的员工，公司将辞退处理。我被气笑了，这算什么理由？首先，你们进行这个所谓的考核，从没有公开宣布，也没跟我沟通过。其次，我的工作内容是保障公司的终端服务器能正常运行，哪怕是你们所谓的考核期3个月期间，有出过什么问题吗？既然没有出过问题，那我的工作是没问题，所以我不接受你们所谓的不合格说法。我这种后端的工作人员是最容易被忽视的，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，那是本职工作，没人会觉得你优秀，可一旦出问题，锅就得背上了。HR 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我。罗副总见 HR 反驳不了我，开口道：运维工作其实很简单，公司的设备都是业内顶尖的，就算是没人管理也能保持正常运转。你的级别是 L5，工资是 L1 新人的6倍，如果你想要留下也不是不行，主动降级到 L1，工资跟新人的待遇一样。还真是天大的笑话，我用10年熬到了 L5，现在想要我从头开始。罗总，在你来之前，运维主管本来有4个人，可你一来就裁了2个，现在只剩我们2个人干活，每天要加班到12点才能下班，有时候加班到凌晨2、3点也是常事。你凭什么要我降级到 L1？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工作效率低，之前的那位主管根本不懂管理，给你们留下了这样的坏毛病。现在公司改革，降本增效，要的就是清理掉你们这样的蛀虫。改革就会有阵痛，难道有阵痛就不改革了吗？你身为公司的老员工，也要为公司着想。目前的运维工作，我找2个应届毕业生就能干，根本不需要2个 L5，给你2个选择，一是选择降级，2是走人。罗副总对着我就是一阵输出，仿佛我是公司成本增加的源头。好，如果我选择走，那我的辞退补偿怎么计算？而且今天是我入职10周年的日子，按照规定，我能拿到股票和30万的奖金，这些又怎么算？ HR 冷笑一声，转头看了法务后，大声训斥道：你还想着这些？都说了要降本增效，你觉得还会有这些吗？而且按照公司的决定，昨天是你工作的最后一天，今天你已经离职了，所以你并没有满10年。其次，希望你能主动提出离职申请，这样对你对公司都好，免得之后找工作说是被开除的，对你影响也不好。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1毛钱都不想给，甚至连离职日期都给我提前了1天，这是把我当冤大头了吗？我一脸冷笑地看着他们。那我一个都不选，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就回去工作了。罗副总无能狂怒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厉声喝道：他的所有权限都取消，我看他怎么工作。狗急跳墙，现在装都不装了。 HR 赶紧拉住罗副总，开始说软话。王鹏，既然你都不愿意，那公司只能走开除的程序，离职赔偿按照按的方式发放。你在公司差1天10年，按照9年算，公司会额外支付你9个月的工资。没有异议的话，马上可以办手续了。刘主管，你好像算错了吧？按照劳动法的规定，应该给我2+1才对。罗副总一听又坐不住了：你一个臭打工的，懂什么劳动法？我就问你一句，你签不签字？罗总，我今天也正常打卡上班了，所以我已经工作满10年，按照劳动法的规定，公司无故辞退我，应该赔偿我2M，也就是20个月的工资，另外还需要支付1个月的补偿金，总共21个月，对吗？这位张律师。懒得理会白痴一样的罗副总，我将矛头对准了公司法务。罗强和 HR 也是盯着法务，眼看大家都等着他的答案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答道：一般情况下确实是这样的。听到法务的准确答复，罗副总急了：你在做什么白日梦呢？你去外面打听一下，有哪个公司会赔偿2N+1的？公司无故辞退我的要求就是2N+1，否则免谈。王鹏，你也是公司的老员工了，公司的实际情况你也知道，
如果给了你2+1的赔偿，后面裁员大家都会这么要求，公司无力承担，我最多只能给你2+1的赔偿，但是离职日期就是昨天，今天你没有工作，不计入工龄计算，这总可以吧？而且你离职了，总要找新工作的，有点名气的互联网公司就这么多，我们 HR 圈子基本都认识。你要是闹得太难看，对你也不好，要是闹僵了，公司把你拉黑，到时候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？ HR 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我，脸上都是阴谋即将得逞的愉悦。听说他在上一家公司独自一个人完成了裁员1500人的壮举，而且补偿基本都没给多少。抱歉，离职手续办完我就不准备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了。我家里也有几个民宿，等结束了打算回去试花弄草，直接躺平养老了。王鹏，你到底想怎样？难道真要跟公司死磕到底吗？我不想怎样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公司按照劳动法规定进行赔偿。如果协商不成，我也可以去申请劳动仲裁，包括诉讼，耗时间对我来说根本不算成本。反正不做了，我有的是事情和钱陪你们慢慢打官司，而且我可以明确告知，但凡走到这一步，最后的判决书我一定会公布在网上。HR 和罗副总见我软硬不吃，两个人的表情就像吃了屎一样难看。你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，但到最后无一例外都来求我背调说些好话。你还年轻，还是建议你考虑一下我们的补偿方式，这样对大家都好，不是吗？这位 HR，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2+1，不然免谈。那就别谈了，我告诉你，公司已经和你解除了劳动关系，现在请你马上离开。要我离开可以，手续咱得办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离职证明。在此之前，我只能继续工作了。罗副总彻底绷不住了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。你没什么能做的工作了，离职证明等下给你，你马上去收拾东西。我冷笑着走出了会议室，刚关上门就听到他们摔杯子的声音。就这一点水平吗？等我回到办公楼层，发现门禁卡都进不去了，于是赶忙给关系好的 IT 技术部主管打去了电话。老李，我的门禁卡怎么进不去了？小王啊，刚刚 HR 的柳青给我发消息说你离职了，让我把你的权限都删除了。怎么，你还没走啊？赔偿都没谈好呢，我这不是打算先收拾东西吗？那真是不好意思，不过这是 HR 的吩咐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先帮你开通门禁，你进来收拾东西吧。都是打工的，这也怪不得他。等我刚收拾完个人物品， HR 就扭着腰朝我走来，将离职证明和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拍在桌上，拿着，慢走不送。我拿起一看，他给我写的理由居然是因为工作能力太差，无法胜任本职工作，懒得跟他争辩，将单子收好后，我准备离开，才发现他身后还跟了个保安。王鹏，鉴于你已经不是本公司员工，所以我派安保人员送你出门，没问题吧？刘青此刻就像是斗胜的公鸡，仰起头高傲地看着我。送我出去没问题，倒是辛苦这位兄弟了。不过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，我的工作不交接真的没问题吗？不用了，罗总说了，你的工作随便找个新人都能干。现在请你马上离开公司。那就麻烦在交接单上签字吧，免得以后说不清。柳青看都没看就签上了名字，仿佛有着绝对的自信。不过是个臭打工的，真当公司离了你转不动啊？没有在意他的话，我拿起东西就离开了为之奋斗了10年的公司。辞职在家躺了1周，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，我感觉整个人都活了过来。这时老李的电话正好打过来。小王啊，你走了之后，你的岗位他们这周面试了20-30号人，招聘公告都写的高薪面谈，你猜怎么着？人来了，他们开价3000，还要做6休1，有好几个拍桌子，骂他们脑子有问题，就直接走了。这个新来的罗副总确实病得不轻，之前老板最重视技术能力和开发能力，现如今只要你 PPT 做得漂亮，随便就能安排个主管和部门经理的职位。之前那些技术大佬，现在反而成了基层员工，开会的时候连话都不让说。唉，谁说不是呢？你离开短短1周，技术人员就裁掉了30%，现在剩下的人都是加班加点的在赶工作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公司又以开支过大为由，将下午茶、咖啡全部取消。现在的茶水间只剩一个热水壶，美其名曰多喝热水对身体好。更过分的是，之前加班到11点后，打车回家公司全报销，现在不能报销也就算了，连加班工资都没有，还说是因为个人工作能力不行，和公司无关。就让他们作妖吧，我看公司还能撑多久。刚挂断电话，一条好友申请就弹了过来。我是新入职的何旭，麻烦你过来跟我交接一下。莫名其妙，当初柳青自己说的不需要交接，现在可不关我的事。我直接就退出了界面，懒得搭理。在我第10次拒绝何旭的好友申请后，罗副总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。王鹏，你为什么不通过何旭的好友申请？是罗副总啊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问你为什么不通过何旭的好友申请？你工作都没交接，后台账号也没留下，你让我们怎么开展工作？你的职业道德呢？罗总，我已经离职了，离职交接单是柳青签字确认的，有什么事你去找他解决。王鹏，后台账号呢？赶紧交出来！这女人怕是忘了我已经离职了吧？还当他是领导呢？你签字了，自己不会看吗？
眼睛不好就去治。你私自带走公司后台账号，万一出了问题，公司会起诉你的。瞧你这话说的，账号我可没拿走。那天我人都没出会议室，你就让人把我所有的权限都锁了，电脑也给我收走了。我唯一带走的就是我的个人物品，剩下的我可不知道。我离职的那一天，电脑被收走后一直放在库房没动过。不过可惜，因为工作原因，就算出门也要带着电脑。我怕电脑丢了，就把账号保存在一个加密文件里，密码是12位英文数字加符号的组合。就算他们找到文件，解密还是个大难题。王鹏，你这是犯罪知道吗？马上把账号交出来，不然我绝对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罗总的音量陡然提高，我能听出他已经急眼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去报警吧。不等他说话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什么玩意？还想威胁我？小王啊，你现在可出名了，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你的事迹。老李，你现在给我打电话，就不怕他们知道，把你也开除了？他们现在可不敢开除我。我跟你说啊，公司新的版本马上就要上线了，但是后台进不去，又找不到密码。刚刚让我们想办法破解密码呢。罗强和柳青2个人被你气得不轻啊。跟老李随便聊了几句，我就把罗总的电话拉黑了。劳动仲裁很快就迎来了第一次调解，公司方面依然是柳青和罗强这对组合。柳青表示，公司最多能给我的就是 N+1的补偿，但有个前提，需要我配合后台的交接工作。他们应该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新版本上线已经拖了好多天。罗强作为主管已经收到了警告，如果因为这个事导致新版本无法上线，他就自己滚蛋。何斌作为我的代理律师，直接拒绝了他们这种无耻要求。我们不接受对方的无理要求，按照劳动法应当支付我当事人2N+1的补偿，也就是21个月的工资。按照我当事人当前的工资3万1个月，应当支付63万元。另外还有公司有3个月没有支付我当事人的加班费用，这部分我算了一下，应当支付2.7万元，两笔费用总额65.7万元。听到要赔这么多钱，罗总急得直接打断了律师发言。加班是因为他工作效率太差，难道要公司为他的能力差买单吗？你该不会弱智吧？我实在是忍不住，这人太找骂了。你懂技术吗？我们的代码你看得懂几个字？新版本上线该怎么操作，知道吗？你就舔个大脸坐在主管的位置上，屁都不懂，就知道天天去跪舔总经理的屁股。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个爱好呢？你出去看看其他同级别公司的运维拿多少工资，加班是怎么算的，也不知道公司看上你什么，非要你来做这个主管。罗强打死都没想到，在公司一向默默无闻的我，会指着他的鼻子骂，而且骂得这么难听，连仲裁调解的工作人员听到都忍不住嘴角挂起，只能用手遮住，免得被发现。谁给你的权利跟我这么说话的？信不信我告你诽谤？他整个人就像个胡萝卜一样，血气上冲，整个脑袋通红。我决定再给他加把油，于是上下打量着他。怎么还不服吗？那你告诉我，操作新版本更新上线的步骤是什么？说你蠢就认，挨打要立正，你主人没教你吗？你，他翻过桌子朝我冲过来，想要打我，眼看着他的巴掌就要落在我的脸上，工作人员一把将他抱住。可恶啊！拦他做什么？我的车要没了。于是抓紧把脸往上凑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眼看事态逐渐失去控制，仲裁员也只能宣布第一次调解结束，让我们各自考虑一下是否接受进一步调解，也可以直接走诉讼流程。当天下午，我和律师就去递交了诉状。可就在第二天早上，罗强又联系我提出想要和解。王鹏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把后台账号的密码交出来？10万，你这个属于额外的技术服务，我这里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姓王的，你这是敲诈，你这是想钱想疯了吗？王鹏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把公司的密码交出来？10万，你这个属于额外的技术服务，我这里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。姓王的，你这是敲诈，你疯了吗？我说了，这不属于我和公司的纠纷范围。工作交接的时候是 HR 签的字，我清清白白的离开公司。现在你要求我帮你干活，不给钱还想白嫖，你做什么白日梦呢？我隔着电话都能想象罗总恼羞成怒的样子，可惜他已经气得挂了电话。刚喝了一口水，柳青的电话又打了进来。王鹏，你只要愿意配合交接，你的补偿金可以重新谈。你说你跟公司闹得这么僵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先按照之前调解时我们提出的方案给我补偿金，我再考虑你的这个要求。柳青听我这话直接沉默了。正当我以为他又要拒绝我的时候，他突然答应了。行，什么时候签字？这就同意了。怎么，你还不乐意了？你处心积虑针对公司，不就是为了拿到钱吗？好吧，下周再说。我现在在外面旅游呢，
能不能拿到钱我倒无所谓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想故意拖延时间。到了约定的日子，他们倒是很爽快的就签了字，财务当着我的面把65.7万转进了我的户头。钱已经给你了，什么时候把后台密码给我？那是辞退我的补偿金，这个的另外算。之前说的是10万，现在给你们个友情价，给个5万就行。什么？你还想要钱？2位财神爷，我这价格童叟无欺，你给我转5万，我马上配合你们。后续如果还需要我协助，一次5000，付款后立马远程协助，怎么样？够实惠吧？听到我说的话，罗总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但是他没办法，只能答应。柳青阴阳怪气的讽刺道：“年轻人，你这种处事风格迟早会害了你，以后有哪家公司敢聘用你？你不说话，我都把你给忘了。那个离职证明，你给我写的是能力太差，不适合本职工作，对吧？你这样写可不行，耽误我的前程。你得给我开个新的，不然要帮忙就不是这个价了。”我话刚说完，就收获了2个瞪着眼睛的大傻子。虽然很生气，但是柳青拿我也没办法，只能重新给我开了一个离职证明。好了，你要求的事我们都已经办好了，现在可以干活了吧？没问题，跟我来吧。既然收了钱，我就要把服务做好。我几乎是手把手教何旭把账号密码找到后，又一步步带着他更新了新版本。我能看出来，何旭什么都不会，根本就是个没接触过代码的新手小白。但他就像个好奇宝宝，每一步都要问我为什么，实在是懒得解释，只能告诉他先把步骤记好，不懂再去问万能的网友。罗强胆子真够大的，这种小白都敢招进来，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事，可就有他哭了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何旭就发信息问了一个很白痴的问题。懒得回复，锁屏后我就接着睡。没多久，他看我没有答复，就打电话过来。你干嘛不回我消息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你不能直接网上搜一下吗？我这里咨询是要收费的，罗强没告诉过你吗？你都被公司开除了，还在这里装什么臭要饭的？什么钱你都敢要啊？以后你咨询的问题一次1万，没钱就别来烦我。说完，我很干脆的挂断了电话。就是惯的，他以为他是谁，还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小王啊，那个新来的何旭不知道在网上查了个什么代码，连测试都没有做就直接执行了，公司的软件直接瘫痪了足足1周才恢复。不是吧，这种低级的代码他都不会，罗强是怎么把他招聘进来的？我跟你说，听说这人是罗副总的外甥，硬塞进来的。这就难怪了。期间罗总也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帮忙恢复，我告诉他因为他外甥骂我，现在心情很不好，能不能恢复我不敢保证，但上门一次5万，如果弄好了再付10万，弄不好不退钱。小子，你别得意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，你信不信？当然信了。不过罗总，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？什么事？离职那天我就说过，如果公司执意辞退我，我会把劳动仲裁的判决书发到网上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公司这次裁掉多少人是没有赔偿的？你跟刘青2人以威逼利诱的方式，让很多人签下不公平的离职协议。罗副总，你应该也拿到了不少好处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姓王的，你最好老实点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这么快就心虚了？不过这都是你们惹我的后果，别急，好像还在后头呢。说完我就挂了电话，免得污言秽语进了我耳朵。我遵守 HR 找我谈话那天我说的承诺，在收到钱后，我就将调解书和收款信息发在了网上。在我之后遭到裁员的同事看到后，都发现自己太好说话了，甚至有同事的家人正在治病，因为被公司辞退，一下就断了经济来源，补偿金又不够多，支撑不了高昂的治疗费用后不幸离世的。他们以违规解除劳动合同和用行业拉黑威胁签署赔偿协议为由，对公司和柳青提起了诉讼，人数足足有168人。这么大规模的集体诉讼一下子引起了舆论和公众的注意，所谓的行业拉黑也浮出了水面。经过调查发现，柳青大学毕业就从事 HR 工作，这么多年，他将所有认识的 HR 都拉在一个群里，名字叫滨海 HR 红黑榜。红榜是那些被辞退的时候很好说话的人，基本不需要支付多少补偿就能轻松拿捏；而黑榜是那些和他们 HR 产生过冲突，或者在辞退过程中有诉讼和劳动仲裁的黑历史。这些人就高挂黑榜之上。一时间，除了对柳青的声讨，连带着公司也上的热搜，迫于舆论的压力，公司直接解雇了柳青。柳青刚落魄地走出公司大门，就给刚好到达的警察戴上了冰凉的手铐，而我拿着这一大笔赔偿金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这天，我躺在金黄的沙滩上，享受着阳光的沐浴。罗强的电话就打进来了，真晦气，怎么到了国外还没躲开这行？带着一丝郁闷，我接通了电话。罗总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王鹏，公司的后台又崩溃了，技术部已经修了1周，实在没办法。老李说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你处理好了，你赶紧过来一下。听到他又遇到了倒霉事儿，我倒是心情好了些。我在国外呢，你不是招了个大神吗？让他处理不就行了？王鹏，王哥，你是我亲大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为难我，再这样下去公司就完了。你说要多少钱才肯来帮忙？你耳朵不好使吗？都说我人在国外，怎么帮你？再说公司这么有钱，你随便发个任务单出去不就好了？没事别来烦我。罗强见我拒绝，忍不住求情，就当我求你了。
你也在公司干了10年，难道你忍心看着公司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垮掉吗？小事你找我干嘛？找何旭去啊？他不是有本事吗？我对公司是有感情，可还不是被你们开除了？王鹏，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有点格局？直接说吧，你愿不愿意回来帮忙？罗强还是装不下去，撕开面具，露出了嘴脸。关我屁事！不行就倒闭算了。挂掉电话，我继续欣赏着比基尼美女。看我态度坚决，罗强只能找其他人给我打电话游说，甚至连那位新任总经理都打来了电话。小王啊，裁掉你这件事是罗副总私下决定的，他并没有上报。如果我知道这件事，是绝对不会同意让他裁掉像你这种为公司奉献10年之久的老员工。对此我深感歉意。这次公司遇到了大难题，你看能不能回来帮忙一下？你是新上任的总经理吧？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现在说再多也没用。况且我人都不在国内，也没办法帮到你，你说是吧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马上给你订头等舱的机票，往返的机票我全报销，你就回来帮公司一把。结束后，你还可以坐飞机继续你的旅程。总经理的语气听上去倒是挺诚恳的，但我又不是初出茅庐的愣头青，裁员没有他点头谁敢动？罗强这种人完全不懂技术，却一直主管着运维这种技术部门。要说罗强不是他的人，打死我都不信。真的很抱歉啊，最近我身体不太好，旅途劳顿我也吃不消，我都离职半年了。你们公司的事就自己解决吧。见我软硬不吃，他也撕下虚伪的面具，开始对我叫嚣。我特么是不是给你脸了？马上给老子滚回来，要不然我让法务部起诉你，所有的损失都要你一个人来承担。我承担个屁啊！我都离职多久了，这还能把锅甩我头上？于是我也不打算跟他客气，直接骂道：我都离职了，你还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鼻脸挺大，你妈生你的时候把胎盘养大吗？跟我说话客气点，你个老壁灯！不给他回嘴的机会，我立马按下了挂断键，心里那叫一个爽。总经理，王鹏这小子软硬不吃，公司的服务器又陷入瘫痪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还不是你跟柳青干的好事，这种硬茬就别去招惹，你干嘛还要把他给裁掉？现在我哪知道该怎么办？我不是请示过你了？你说把能换的都换掉，我这才大刀阔斧的裁员。这位总经理刚上任就命令 HR 部门的利刃割向了工龄3年以上的员工，理由是3年以上的人薪资待遇高，造成公司运营成本增高。而且这个新任总经理认为这批老员工入职比较早，关系错根盘结，他不好彻底掌控公司。可他哪里会想到，裁员竟然裁到了大动脉。裁员也要看情况，那些有能力干实事的人，我们挖都来不及，你干嘛要去裁掉他们？他1个月工资3万，天天就在那里玩电脑，我哪里知道他这么重要，还这么难缠。HR 柳青已经被抓进去调查了，我就怕他供出什么来，到时候咱们也不好过啊。这个女人我倒是不担心，影响不到我们。她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，收取被裁员工的好处，这都是她自找的。我就怕董事长怪罪下来。你赶紧想办法把公司的服务器修好，不能再拖了。之前运维都是王鹏在负责，其他人根本就不会，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。不行，你再给他打个电话。就算他要价再高，我们都答应，只要公司能度过这次危机就行。罗强点点头，于是又一次给王鹏打去了电话。王鹏，你先别挂电话，说吧，你要多少钱才肯回来帮公司的忙？你这人有毛病吧？都说了我没空，你干嘛老是抓着我不放？10万，只要你愿意回来把服务器修好，这10万就是你的。老子不稀罕，你们爱找谁找谁去，别来烦我。王鹏，你到底要多少钱？说个数。多少钱都不回去。你跟总经理不是很有能耐吗？不是说要告我吗？我等着就是了。由于我不肯帮忙，这次后台系统崩溃足足持续了10天之久。后来他们没办法，找了个大公司的大神接了私单出来帮他们修复好，足足花了30万。花点钱还是小事，关键这次事故导致公司的客户流失了1大半，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万。事后董事长直接下令严查这件事。你们谁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？短短1个月，后台又崩溃了4次，每次都持续2、3天。现在公司损失了大量的用户，好几个股东都要求退股。董事长，我也不想这样的。本来我是想降本增效，裁掉一些不重要的老员工，可谁知道新来的对业务不熟悉，操作失误，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。我1年80万请你过来干什么吃的？谁叫你们裁员的？那些都是跟了我10多年的老员工，是公司的中流砥柱，你们就这么把人给裁了？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利？董事长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够了，这件事我会派人彻查清楚。1个月后，王鹏心情愉快地从国外回来了。老李得知消息后，第一时间找上门来。王鹏，公司出大事了，你想不想知道？我这刚回来，你这么着急见我干嘛？是不是公司要倒闭了？没倒闭，不过也差不多。新上任的总经理和罗强都进去了。啊，他们怎么进去的？快说说什么回事？罗强把你裁掉后，又陆陆续续裁掉一大批老员工。在这之后，罗强又从滨海计算机学院招了一批见习生。可他还是没认识到新人没有经验，如何能维护这么庞大的系统后台呢？技术工作本来除了本身的能力外，还需要认真仔细。罗强根本就不懂技术，还要去管理技术人员，在这种背景下还胡乱开除老员工，
公司不出问题才奇怪。谁说不是呢？因为他胡乱裁员，公司内部乌烟瘴气，人人自危。后来董事长出面才化解了危机。罗强还想把锅甩到新来的员工身上，但老板又不傻，很快找人暗中调查，发现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。老板气不过，将总经理罗强还有被开除后的柳青一起告上法庭，起诉他们3人联合做空公司，导致大量资产和用户流失，最后公司差点破产，是商业间谍行为。不是吧？我以为只是裁员问题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内幕。我还没说完呢，最后查出来，这个总经理在职期间多次操作人员任职和收受第三方的红包，罗强更是在设备的更新上直接购买其他公司的退换二手设备，按照全新的价格，甚至还加价卖给公司。他们2个的胆子也真够大，那董事长还不拔了他们一层皮？比这严重多了。最后经过审理，总经理被判了6年有期徒刑，还要退还违法所得和罚款500万元，他不得不卖掉别墅来偿还这笔款项。而罗强被判了4年的有期徒刑，同样退还违法所得，罚款200万元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他还有个爱好——赌博。他之所以胆子这么大，完全是因为赌资欠的太多，被讨债追得没办法了。这下又要退钱又要罚款，他根本拿不出钱来。那 HR 柳青呢？他又是什么问题？至于柳青，他的事情很复杂，除了要支付赔偿侵犯他人隐私的钱外，那些被他拉进滨海 HR 红黑榜的人，天天上门找他的麻烦。最后她老公受不了，跟她离了婚。现在没有一个公司敢聘用她。哎，我曾经以为我会就这样在公司一直干下去。本身互联网企业的薪资不低，我还计划着45岁就提前退休。可惜老板请了罗强和柳青这个人才，这一波操作下来，公司也彻底凉凉了。没错，我也打算辞职了。这样的公司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前景。我已经物色好一家公司，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面试？行啊，希望下个老板不要让我们失望才好。